有炸弹，危险，会爆炸，赶快离开！一名冒充交通警察的男子在东京郊区抢夺了运送途中的3亿日元，而且完全避开警察的搜查。案件过了7年，日本的刑事追诉期期满了，犯人成功逃出法网。这宗案件是日本史上最轰动的未解决案件——3亿日元事件，发生在1968年12月10日星期二。到现在过了55年，谁是犯人仍是一个谜，也衍生成为都市传说。1960年代的3亿，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现在为当时的 4.3 倍，赃款高达13亿日元，大约900万美元，毫无疑问足够用一生。重点是赃款的3亿日元下落仍然不明，但日本国内竟然没有人因案件而损失金钱，也没有人直接因为案件而伤亡，实在是很离奇。醉生日本，本集为您介绍在昭和年代发生，至今在日本仍然众所周知的未解决奇案3亿日元事件。犯人周密的计划，警察接二连三的出错，最终连谁是犯人也查不清。警察透过7年的调查，也无法找到证据做通缉。你有没有办法看破犯人犯案的手法呢？案件发生在1968年12月10号，这天早上下着滂沱大雨，令人感到会是不寻常的一天。东京都西部郊外的府中市，4名银行职员把3个银色的大型杜拉铝箱放进了车尾的后车厢，但杜拉铝箱太大，车尾的盖不能完全盖上。铝箱里载了大量现金，总共是2亿9430万7500日元。现金将会运到离银行距离大约15分钟车程的东京织浦电器府中工厂。东京织浦电器即是现在的东芝，现金作为工厂内4525名员工的年终奖金，平均每人得到6万5千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生初入职的月薪为3万日元。不要忘记，时代是1960年代，当时还是把现金交到员工手上，而并不是转账到银行户口。4位银行职员乘上了日产 Cedric 房车，在早上9点15分由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店出发。日本信托银行即是现在的30 UFJ 信托银行，分行位于 JR 中央线国分寺站以北附近。以短短15分钟的车程中，竟然在途中发生了世纪大案件。运载大量现金是用普通的房车，而且没有警员或是保安人员陪同，这里已经是一个大漏洞。房车出发后6分钟，驶到府中监狱旁的学园大道，后方突然有一个乘着摩托车的交通警察驶近，并且超前，转身伸手指示房车停下来。员警把白色的摩托车停在马路的左边，下车后走到司机位旁。司机心里想自己没有超速，感到奇怪，摇下车窗问发生什么事。员警问司机是否是日本信托银行的车，司机回答是。员警便说收到朝鸭警署的紧急联络，得知国分寺分行店长在朝鸭的家遭放炸弹而发生爆炸，这辆车也有可能被放了炸弹，请给我调查车内。不过司机说前一晚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不妥。员警回应，那么给我检查车身，之后便走到了车头开始检查。司机停了引擎，然后下车查看座椅底部。员警之后还躺在地上，以望向天的姿势，头部潜到车头底部做检查。不一会儿，警员大喊有炸弹，危险，会爆炸，快离开。银行职员由房车后方望向车头，看到冒出白烟，慌张地往反方向逃走。躲到障碍物后的职员回头看，发现员警上了车，开动引擎把车驶走。房车轻微越过对面车线，绕过自己的摩托车而驶走。当时有职员还赞赏员警勇敢，把载了炸弹的房车驶走，并且感动起来。原来房车停车位置地上留了一个类似长筒型炸弹的物体，不断冒出白烟。职员一直观察着，大概过了5分钟，烟停了下来。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近查看，发现只是一个烟雾弹。其中一位职员走进员警停下的摩托车，发觉原来是假冒的，及时大喊通知。
但假冒的远景和房车已经行踪不明，之后也没有人捕捉到假冒远景的下落。看上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犯案手法，但其实存在着很多的疑点和巧合。例如，假冒的远景是怎么样事先知道会有银行的房车运送大量的金钱？这宗世纪大奇案，假冒远景在案发现场只用了3分钟便得逞。虽然大量金钱被抢去，不过钞票是有继任的，不用太过担心吧。每一张钞票都印有不重复的编号，只要银行持有被抢去的钞票编号，便可以追踪犯人在哪里使用赃款。案件中被抢的现金不足3亿日元，但为方便起见，通常会称为3亿日元事件。赃款分别为1万日元钞票27363张，5000日元钞票2161张，1000元日元钞票8777张，还有500日元钞票2191张。500日元钞票已经在1994年停止发行，现在改为硬币流通市面。一般人会以为银行处理大金额现金时会不马虎不偷懒，记录钞票编号以防万一。而银行使用新钞票的话，要记录每一张的编号应该不太困难和花时。不过这次运送现金工作当中，银行竟然没有记录所有钞票的编号，全部大约45000张钞票中，只记录了其中的2000张新500日元钞票的编号，金额总共为100万日元。编号是 XF227001A 至 XF229000A， 虽然是一部分，但也可以追踪钞票的下落。不过直到现在也未发现犯人使用过的痕迹，莫非他没有使用任何的钞票吗？其实警视厅在事发当天下午，竟然将有记录钞票的编号都公开了，所以犯人知道手上哪些钞票是有记录，不单可以避开警察的追踪之外，而且得到保证其他钞票是没有被记录的，可以安心使用。这明显是警视厅的失策，不应该说的那么详细，只要说钞票是有记录的就可以了，或者不提及钞票的记录，静静的等待犯人落网。当然银行方面也有失误，不记录所有钞票编号，加上运送现金时没有加强保安。或者可以估计1960年代的日本是治安很好的时代，人们防盗意识并不高。不过银行并没有蒙受大损失，因为银行为这次运送的现金向日本火灾海上买了保险，而日本火灾海上再向国内其他20间保险公司买了保险，另外国内那20间公司再向海外共将近100间的保险公司买了保险，最终日本国内没有大损失。而日本信托银行向日本火灾海上只付了16187日元的保险金，损失只是被抢夺金额的2万分之一。另一方面，警察在7年的刑事搜查中使用了近10亿日元费用，当然这10亿是由日本人所交的税而来的。但在刑事追诉期期满前后的电视台街访中，部分受访人士赞赏犯人聪明，在现实世界里达成了完美犯罪，而没有留意到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最终警察未能追查到赃款的下落，而那2000张有记录的500日元钞票没有在市面上被发现。当然其他没有记录的钞票也没有办法查明犯人有没有使用，这些是当时流通的钞票，设计和现在最新的都不同。如果你手上有这些旧钞票，可能就是和案件有关的其中一张。难以想象如此简单的犯案手法，竟然可以抢去一生也用不尽的金钱。其实犯人早已做了周密的准备，才能顺利行案。留意假冒交通警察的犯人拦下运款房车时，向司机说分行店长在朝鸭的家遭放炸弹。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认为这和运款车有任何关系。他运用心理战术，令司机和同行职员陷入恐慌状态，失去理性。在案发4日前，12月6日星期五，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收到一封恐吓信，
上款是藤卷店长，内容是要求300万日元，信封内有400字原稿纸2张，前半内容是用杂志纸的字来拼砌的，其余的是手写的。另外还有一条风吕敷，即是日本人包礼物或行李用面积较大的布。信里犯人要求银行接待的女职员，在翌日的7日星期六下午一个人步行，用左手拿着用风吕敷包着的300万日元，在5点30分到国分寺火车站旁的电话亭等候30分钟，之后在6点30分前到达小金井第2污水处理厂等候。如果不照办的话，便会在藤卷店长与朝鸭的家放炸弹。银行报了警，警察派女员警假扮银行职员，照犯人指示到指定地点，但没有发现可疑人物，也就是他没有现身。这封恐吓信内容莫名其妙。第一，犯人为何知道店长的姓氏和住家地址？第二，犯人为何除了指示交收地点和时间，还指示了路程？第三，恐吓信为何部分是拼砌，部分是手写的？补充一点，现在日本银行只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但当时星期六上午也是会营业的。小金井警署调查有了结果，恐吓信在5号下午5点至6号上午8点50分之间被投到国分寺一带近40个邮筒的其中一个，而且是以速递形式寄出，估计犯人赶时间，内容后半才改用手写。信封上贴了2张50日元的邮票，警察调查之后证实邮票背后有唾液，相信是犯人的，也从唾液中查出了他的血型是 B 型，他疏忽留下了证据，估计他未必那么聪明，但这个证据没有让警察破案。不过他也有戒心，不用惯用手写字，避开笔迹鉴定而暴露身份。银行收到恐吓信之后，通知各个职员内容之外，还呼吁职员要做警戒，留意有没有计时炸弹。所以运送现金的职员都知道犯人有可能真的放炸弹到店长在朝鸭的家。果然案发时职员听贾员警说店长的家被放炸弹，便信以为真。而且银行没有照恐吓信指示做，所以运款车遭犯人放炸弹并非没有可能。他利用心理战术，成功不用武力，顺利地令所有职员离开运管车。重要的是，司机停了隐形，但留下了车钥匙，让犯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驾车逃走，永远失去踪影。整个犯案过程几乎完美，犯人成功夺去了3亿日元，逃之夭夭。案发现场是府中监狱以北的学园大道，看看地图，位置大约是这里。现在府中监狱和东芝的工厂还在，案发现场距离东芝工厂只有数百公尺，而府中监狱和东芝工厂只有一条马路，和 JR 武藏野线的铁轨相隔。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店位于 JR 中央线的另一方，包括等候交通灯时间，运款车出发后到达案发现场只需要6分钟，估计余下路程只有1到2分钟。犯人在差不多最后关头才行案，而地点可算是最佳，因为马路左方是监狱的高墙，遭到目击的机会也减少了不少。运款路线并非只有一条，另外还有一条路线，案发当天采用的 A 路线经国分寺街道，另一条 B 路线是经府中街道，2条路线重复路段很少。用哪一条路线是每次运款当日早上由银行高层决定，到达目的地时间也以相同方法决定。分行知道详情后才向保险公司买保险。理论上犯人无法在事前做完善安排，犯人是怎么样把握银行的计划成为疑点。4名运管的银行职员都富有经验，不是第一次运款，其中1名职员有20次运款经验。当天早上下着大雨，视线模糊，看不清交通警察是否是冒充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案发后职员的行动却令人怀疑。犯人驾驶运款车逃走之后，烟雾弹停止冒烟，职员才发现现金被抢走后，但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当时没有手提电话，所以跑到附近的加油站找公众电话。加油站离现场大约是200公尺，
在大雨中跑应该不用1分钟。到这里为止都没有问题，但那位职员并不是第一时间报警，而是通知分行，再托分行报警。警视厅收到分行报案时是案发后10分钟，上午9点31分。警视厅即向利川分市查询，询问有没有截查运款车，而回复是没有。再过了4分钟，上午9点35分，警视厅才判断是案件。这里要讲解一下，警视厅向利川分市查询有没有员警截查了运款车，而回复是没有。原来银行报案电话的内容是询问运款车为何会遭到警察查问，利川分市所说的和报案内容有矛盾，警察用了4分钟才察觉到发生了事件，便立即通知府中警署。内容是府中监狱附近发生案件，一名约20多岁的男子假冒交通警察，戴着白色头盔和穿上皮质外套，夺去载着9000万现金的金色 Cedric， 向府中街道方向逃走。府中街道就是运款车行驶方向的下一个路口会遇上的打横大马路。试着想象一下，犯人开车14分钟，已经可以经干线或高速公路逃到远处，就算警察要封路拦查，成功几率也不高。而且通知内容并没有车牌号码，其他内容也不准确，间接阻碍了破案。当事人的银行职员没有直接报警，而接电话的分行职员也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误以为运款车只是遭警察截停，而不知运款车被抢走，造成了沟通问题，阻延了警察做及时行动。这也可见银行没有足够的培训，没有考虑发生突发事件时要怎么样应变。银行最后却只损失了16187日元的保险金，有点讽刺。下集会详细介绍犯人精密的布局，留下不少证物却完全避过警察，还有警察犯了什么错误导致不能破案。